今天呢，因為要飛成都，也相當是我們澳門行的一個終點了。然後呢，也是我們成都行的一個起點了。那就這個澳門行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好，我們呢現在到這個成都天府國際機場哦。其實天府因為上次就來過了，所以算是蠻熟悉的。就應該說成都2個機場我們都待過了，雙流跟天府。然後現在我們準備要出關。四川哦，特色就變臉，然後這川劇嘛，所以它那個很多裝飾都是川劇變臉的那種都做得蠻精緻跟漂亮的。四川是一個文化大省，非常有文化內涵的一個地方。哎，大家好，立舍秀，我們現在呢到了這個湯德森，今天吃這個山野道餐桌，說是吃菌菇啊哈。上次在雲南沒吃到菌菇，那我們這次來四川，四川有很多菌菇，你可以看好多什麼好吃的。大家有沒有看過排骨香腸？用排骨做的香腸，這個不知道怎麼樣，吃看看給大家看。哦，我懂了，排骨外面套那個肠衣。哦，说實話，這啥玄機，厲害，很香。大家好，立舍秀，我們呢今天呢這個第一個行程啊，我們來到哪裡了？成都武侯祠博物館。上次啊來成都很想來，但是沒有排上。那今天啊，終於排除千辛萬難來到這裡。其實它真正的名字應該叫漢昭烈廟。為什麼要有這個造幣呢？因為漢昭烈帝呢，劉備他畢竟是帝王嘛。其實這個廟叫他陵寢，在他陵寢呢，他那個中軸線上呢，不能直接的面對面，所以都會有一個這樣的一個設置。當然，這個設置是清代的時候補上去的。然後呢，這是一個復原的，是1990年哦，大家可以看一下這裡啊。那另外啊，跟大家看一下這個成都市的市徽，還記得嗎？金沙博物館裡面有沒有那個鳳凰？對，鳳凰的黃金神鳥圖哦。然後什麼是武侯祠呢？諸葛武鄉侯啊，就是誰？諸葛亮啊，諸葛孔明啊，這個是歷史上最有名的人。這一片哦，可以說是成都的這個老城區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街坊相當的熱鬧。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跟大家做個補充，就是武侯祠啊。看起來是為了諸葛亮的紀念，沒有錯。但事實上呢，本來武侯祠這個地方呢是劉備的陵墓啊。劉備其實是諸葛亮的老闆，但是呢，因為諸葛亮太有名了，所以變成了這個以諸葛亮為主，反而劉備為輔的一個狀態。這一片其實蠻大的，有很多可以逛。但我們今天時間比較有限，因為我們稍晚還要去這個三星堆博物館，車程又是1個小時，所以這個可能沒辦法全部逛完，不過今天能逛多少就逛多少，希望我們可以看到很精彩的重點哦。走，它這裡很有意思的地方是我們剛才從大門進來，大門前面就是我們剛才看到那一面壁，好，從壁進來之後，大門這就是一個縱軸線。在這縱軸線裡面最詭異的地方是什麼呢？劉備廟後面是諸葛亮殿，後面還有一個三義廟，三義廟講的就是桃園三結義嘛。那可是有趣的是，皇帝後面是城。哦，這個是全世界很難，應該說全中國至少很難找到這樣。主要還是諸葛亮的名氣是大過於劉備。那這裡呢，哦，剛才有講到一個關鍵人物是叫朱春。朱春是什麼王？蜀王。蜀王。對，朱春是誰呢？朱春啊，是這個朱元璋的兒子。那這個他當時就封到了成都，封成都為蜀王。那朱春的看法呢，就是說，哎，你諸葛亮跟劉備啊。好，這個如魚得水嘛，這個所以2個人應該並列。那這個並列更有意思了。那理論上並列的話呢，他應該在2進才對，他這1進變成是劉備。那可是他的殿的從這裡的形制，等一下我們去看，應該是大過諸葛亮嘛？對，皇帝大過這個宰相，那沒有錯。但是問題是他又在前面，所以他形成一個很特別的布局啊。跟大家說，為什麼叫漢昭烈廟？漢昭烈帝就是劉備。這個建築物本身是後面修的，對不對？建築物都是我們剛剛所說清代。這個是清代之後修的。對。哦，所以這個建築物本身也是古蹟嘞。對，是的。哦，哇塞！因為我就在看它那個磚就知道了。我們現在所
所看到這尊碑呢，這3絕分別體現在哪兒呢？首先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這個節度府長書記裴度寫的文章。裴度在歷史上就以善寫文章聞名啊，所以我剛才聽到裴度的時候眼睛就亮，因為裴度後來好像幹到宰相嘛。經歷過憲宗、穆宗、敬宗和文宗。對，憲晉穆文，這也相當不容易啊，因為憲晉穆文朝這個憲宗之後呢，這個敬宗、文宗、穆宗其實朝政不是很穩定，而且大家知道呢，這個裴姓其實也是當時的大姓哦，所以是個世家大族，因為唐朝是個階級社會啊。第二個講到柳公錯，我剛才就想，哎，這個不是柳公權的哥哥啊，還真的是哦。最後一個是魯健哈，這個我就比較不知道，這個得看了。因為他在當時名氣可能沒有這麼高。對，但是呢，魯健呢號稱也是當時的雕刻大師啊。好，那所以呢，3絕哇，這個真的能集齊這些人物也相當厲害。這可見啊，諸國5鄉侯啊，諸葛亮的魅力之所在。对，好，然後這個唐代的碑刻呢，確實相當的令人震撼啊，1200多年了，哇。真的很了不起。其實這裡可以研究唐朝官職就挺有用的，因為它這個已經是中唐之後，中唐之後的官職大概就定型了。唐朝的官職大概到玄宗之後就差不多定型了，因為武則天哦，他把這個官職做了很多的調整，後來玄宗調回了一些，那大概就定型。定型之後呢，這個就一直沿用到5代。雖然有些內容有些改變，不過大體來說就差不多固定。因為主要是盛唐時期啊，很多的官職主要在軍職方面還不是那麼的。這個確定，但是呢，因為這個玄宗之後發生了安史之亂嘛，所以很多的官職它的一些內容啊，包含這個軍民合一嘛，這個節度使從軍職變成軍民合一職之類的，它就定下來。所以這裡的話呢，這已經到中唐之後了，但大概這些官職就是一直沿用到5代，甚至到宋朝很多都還有繼續使用啊。第2道大門是由當時清代的四川提督吴英所撰寫的，大家可能看到的上方寫着“明君良臣，千古垂范，名扬千古”4個字，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字寫錯了呢？在我們今天呢，明天的明是用的日月明，但是這兒用的是木月明。木呢，在我們這邊是代表着眼睛，也就是說，當年的劉備慧眼識人，识得天下之臣子，所以他是故意寫錯就对了。就是我们说的叫異體字，不是錯別字的意思。啊，這些都是當時的人留下來的，像這個匾額都超過100年了。對。為什麼諸葛亮跟劉備會受到大家這麼多的尊崇，包含桃園三結義的故事呢？其實就是因為他們的賢德，這很重視就是品德的問題。因為三國時代啊，很多的軍閥他們是不重視這個德性的啊，比如最有名的曹操嘛，曹操這個用人呢。他是用人為才不為德所以他呢重點有沒有德性不重要，所以他手下很多這個不見得他那麼重視的，但是他更重視的是他有沒有才能。而在這個蜀漢的話呢，就有很多的這種佳話嘛，就是關於這一些個人的這德行，比如說像是不管是劉關張他們之間的這種結義的情懷，或者是像趙雲的忠義的情懷。對不對？這個護阿斗的這個情懷，還有像是諸葛亮托孤的情懷，這時候他當時劉備不是講嗎？若阿斗如果不可以的話，那你可以取代他。但這個話呢，在這個諸葛亮聽來的話，那簡直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啊！所以他最終就是為了這個蜀漢，真的是把自己所有的。生命的能量都奉獻了，所以也算是，雖然不能說是英年早逝了，但是也不算是很長壽，因為他的對手司馬懿那可是活了非常非常久的，司馬懿活到基本上把他所有的對手都熬死了，然後也基本把這個曹魏最後呢這個篡奪做了基本的一個布局了嘛。另外呢，這裡我就要補充那個歷齊楚幽燕越吳秦蜀，基本上就是劉備去過的地方。因為劉備他是幽州人，今天的河北到今天的遼寧這一帶，所以這個等於是他歷練過的各個地方，他把它寫下來，還是很有意思。好吧，那我們就在這個往前去看。OK， 劉備這個正統地位很重要，因為他是蜀漢嘛，蜀漢又稱冀漢，第三個的意思啊，就是因為前漢、後漢、冀漢，前漢就是西漢，西漢是劉邦所建立，然後東漢是漢高祖漢光武帝劉秀所建立，然後呢，蜀漢呢是由漢昭烈帝劉邦所建立，所以就這個所謂的冀漢就繼承了漢朝的王室。不過劉備本身他其實不是光武帝的子嗣，他是西漢
中山靖王之後嘛，所以中山靖王呢其實是劉邦的子嗣，所以他們兩個是同宗不同家可以這麼講。這個這光武帝呢是另外一家，所以其實就劉備本人來講的話，他對劉邦的尊崇會再高一點。對，這個也是歷史有記載。然後這個是鐵鼎呢，很少看到鐵鼎啊，這個大部分都看到是青銅鼎啊。那它這個是鐵鼎，這個是以前祭祀用的吧？對，這裡面是放插香爐這種的。你看得出來。一開始在清代，我们剛剛所說修建此建築的時候呢，是有鑄鐵鼎的，但是清代的這個鼎呢被損毀之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是1978年從四川博物院借調過來的鐵鼎，是一個明代的鼎，所以說建築是清代的鼎，還要再往前走一走還要往前追溯。這鼎是明代的，然後是從四川博物館借調過來，但這個鼎是原件嗎？是原件。哇，這麼大方原件給大家摸。對，再往後走還有諸葛亮前也有一個鐵爐，劉備的惠寧前還有一個，三個都是明代的文物。然後這個廟也很有意思，這個廟呢，右邊是關羽，左邊是張飛那大家等一下我們可以去看這個劉關張他們還是放在一起。你看關羽上面那個門牌上面寫4個字什麼？義薄雲天。我的天！這個4個字是裡面是承貫金石。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去看一下，義薄雲天關羽這4個字很重要。劉備很有意思劉備生平的前期起兵是很困頓的，但是他確實因為他有帝王家的血統所以其實他也不能說他雖然知席犯閭就是什麼呢？就知草席犯草鞋，是因為他的爸爸早死。但是整體來講呢，他的血統還是有給他很多加持包含當時拜盧廣為師嘛，跟公孫瓚可以這個稱兄道弟，這些東西如果你是一般老百姓，根本沒人理你但是畢竟他的皇室血統太遠了，因為東漢我剛才講到的是光武帝之後嘛，那光武帝呢，事實上就是他也是跟劉備呢是同宗不同支了，就已經距離太遠，但是不是漢朝劉姓的皇族，這個說法我是持否定態度的。當時人沒有那麼好忽悠啦就跟今天你是真是假，其實一查便知。但是劉備有個意思劉備在稱帝之前是他人生武功的最高巔峰，也就是在定軍山之役的時候，黃忠呢斬了夏侯淵等於是曹操的親信將領，因為曹志跟夏侯氏的世代通婚嘛，所以他們這相當於是宗親將領的，然後一舉拿下了漢中所以他是達到版圖最大化，當時佔有漢中、今天的四川、重慶、湖北、湖南。他稱帝之後，反而是一路敗仗一直到夷陵之戰。夷陵之戰的話，就是為了這個關羽被孫權所斬首這件事情來做報仇了關羽也是頭戴冕旒冠對，就強調忠義的精神但是他這個帝呢，比較像是在神話的部分比較信仰的層次的稱帝倒不是他說本人他去稱帝像旁邊呢是他的兒子叫關平和部下管糧都督趙磊，再往他的右側呢就是小兒子關興和部下周倉。對，周倉是虛構人物。對，是的。然後呢，這個但是他是有塑像的，所以這裡是混合信仰與史實。對。然後還有一個事情是什麼呢？在歷史上呢，這個關平對是養子。對。但他不是養子，他是在小說中他是養子，對，但歷史上是他的親。對，沒錯，《三國演義》把他寫成養子嘛，那事實上是親兒子。對，關平跟關興都是親兒子。是的。然後關興其實死得很早，對，因為關興跟張苞號稱繼承了關羽跟這個張飛的遺風，寫了一大串這個在裡面寫，但事實上他們都很早就。對，小說中描繪比較多，像張飛兒子張苞，史書上只有2個字：早夭。對，關興跟張苞都早夭。這個其實是後人對於2位傑出的這個應該說傑出優秀的這樣的一個將才的一個惋惜啦。我就可以這麼說。好，我們來看一下。第一次北伐之前進獻給後主劉禪的文章，那這篇文章其實在大陸中學階段，那大家都會全文背誦的這樣一篇文章了。我們以前也要背耶。對，那從成本不一，先帝知遇之恩，再到最後國家危難之際，托孤之重，所以應當遠離寧表涕零，知遇之恩，托孤之重影響之下，所以我會勢必效忠於你。最後呢，寫下這一篇前出師表。最後呢是岳飛所寫。字。對，這是岳飛留字對，
哇，這是這個是存疑的，因為在歷史上來說，岳飛作為一位南宋的抗金名將，對他當年寫的，比如說桓靈二帝，那這是先漢後漢我們所說未嘗不痛恨於桓靈也。這個桓，宋钦宗叫趙桓，其實要避諱，所以裡面一是沒有避諱，二呢，我們看到呢，他還模仿了這個筆記，從前面的工整再到後面的凌亂的這樣一種筆畫，包括有的筆是有深有淺，所以說這是我們总的來說是托岳飛所作。因為在南宋1138年這個時間段，就是這兒所寫的绍興戊午秋8月望1138年。首先我們所說這個南陽武侯祠，在南宋時期呢，据考證是沒有的，包括是存疑的。对，它是到後期才修建的武侯祠。哦，所以這有可能是後人委托之作。对，委作。但我們所說是委而不列嘛，明代的文人白灵托名所作。哦，我懂了，他可能也是用岳飞來做一個忠義的表彰。對。不過明朝的人很喜歡做這種事，对，托古人的，因為他想要去發揮他一些想法。虽然說是偽作，但是我們說它是一個優秀的作品，偽而不劣，實屬精品，那受到後人的喜愛。確實，他這個是行草吧？對，前面行書，再到後面草書的過渡，行草。對，好了，書你覺得怎麼樣？我覺得很特別啊。對我們來說，就是三國的故事，不管是大陸還是台灣，都是每個人最熟悉的故事吧。對，所以就是你，即使你對那沒興趣，但你多少一定會聽過什麼。張飛、關羽、劉備、諸葛亮，然後曹操什麼蜀魏的故事這樣。你會覺得剛才到諸葛亮那裡面的時候很有感覺嗎？還好還好，因為我本身不是，我先說明我本身不是一個三國的愛好者。剛才也給趙烈弟呢，就是行個禮啊，這個對他啊這樣子有一點精神上的敬佩吧。好，這奮鬥一生的男人。雖然最終沒有真正的大成功，但也有個小成功。其實就像我們一直在奮鬥，能不能達到大成功不知道，但是奮鬥一生，努力不懈哦，真的讓人家感覺到很敬懷哦。然後諸葛亮呢，也是很堅持啊，一輩子為了一件事情，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有的時候人啊，忠人所托，忠人之事啊，這是很難得的一種品性。所以人家說哦，伐苦經之完人嘛。如果說聖人之後有完人，一般講諸葛亮哦，讓人非常的敬懷。所以今天能夠有幸啊來到這個地方，好好的逛一下。而且重點是這裡是真實的，不是後人假建的。後人只是復原的，或者在增建的基礎上了不斷的建設。然後還有就是說，整個陵墓保持得很完整，沒有被盜掘。那也可以看到說，在四川這邊，老百姓真的對諸葛亮，還有歷代的文臣武將對諸葛亮的一種敬佩之感吧。1000多年之後的今天，還有這麼多的人到這裡，然後來對他們的這樣的精神，然後對這個歷史的一個探究，我覺得確實有的時候啊，人的一生啊，所求為何事呢？有的時候就是作為一個堅持跟精神，這個就是說精神的領域上了，它的上升到升華的時候，其實真的是那個渲染力是無與倫比的。1000年之後還有這麼多人在看待這對君臣啊，這種精神的一種意志，這種精神的意志真的是讓人由衷的感佩。那希望我們對自己啊的一個期許，也能像劉備跟諸葛亮一樣堅持不懈，不管成不成功，至少我們的精神啊可以長存。那我們就去三星堆。我們竟然4點多才進來，不過還好它有岩石場，如果沒有岩石場就 GG 了。對，通通5點通通離開。岩石場可以到晚上8點，他們6點才進場，他們已經在排隊了，超可怕了。現在才4點15啊，這樣夯到爆炸，太夯了。因為金沙館，對，金沙在整修，對，維護中。好，哇，這裡也是有夠大。這裡叫廣漢，廣漢呢古稱洛縣，洛縣就是當年鳳雛龐統這個在《三國演義》裡面講落鳳坡的地方，就是洛縣啊。但落鳳坡是假造的一個名稱，或者是說後來的人因為龐統在那邊過世而給的名稱，所以這個是整個所謂的疆域之廣，至於漢水而稱得名啊。廣漢就是三星堆所在的地方啊。所以我們今天你看，我們早上去逛這個武侯祠，才講到龐統，他是裴氏的12名臣之一嘛。或是龐統之師源。
我们所說臥龍鳳雛，得一人便可安天下。臥龍是我們待會兒看到諸葛亮，龐統呢也是足智多謀的代名詞。對，只是他當年在落鳳坡，這個其實在落鳳坡其實是虛構的。實際上呢，其實名字很接近，叫洛城。對，洛城之戰，四川洛城呢，在今天的廣漢，對，我們所熟知的三星堆這個地方，馬上就來到了龐統生允的地方。所以龐統後來沒有參加到蜀漢的建國工程啊，他只有參加到一部分的劉備進軍蜀地的工程。好，所以這是這樣來的。走吧，我們進去吧，這裡規模很大。說四川這裡，因為它養蟲產絲，所以蜀錦很有名。三星堆呢，它的時間啊，除了那個生土城，剛才這個講解員說它是沒有人類生活的遺跡之外呢，往上從16到5，也就是說從新石器夏商周到了5西周時期的時候，這個基本上呢都有這個三星堆的這個遺址。那後面的話還有金沙，也是三星堆的一個延續的一個文化，對吧？對。這裡最有趣的是這個。6號是叫做桃河，是叫念桃河嗎？桃河，這個桃河有點意思哦。它呢，你看它是三角的酒器，它的那個裡面是中空的嗎？中空的。3個角也是中空的嗎？對。哦，它直接可以在下面加溫，所以它這個陶器也有一定品質的要求啊，不然它如果這個燒製的不好，受的不均勻的話裂了。影像資料指的是發掘的現狀是真實的。1986年的8月20號，炎炎夏日，漏亭成熟了。其實當時呢，並沒有任何的擺脫措施，左手提起，又或者1個月之後 ，nice 風化掉了，非常可惜。所以它其實本來已經結構都快壞掉了，但是你把它拉出來之後，它一接觸到空氣就加速腐敗。對，這些呢，其實它最大的特點，我們發現的是，它沒有戴面具，它側臉輪廓是柔和的。其實從前臉看，它的臉部豐腴，下頜飽滿，蒜頭鼻下人中清晰啊，所以它被很多人認為是3、4千年以前的一位溫柔賢淑的女性形象。國寶叫青城大熊。哇，這個小小的雛形呢，就是全世界銅時期最大的青銅圓尊小銅梵尊方 C， 通高約2.62米，分為人像，而且這兩部分總重量可達180噸。它是用組合的嗎？對。OK。分鑄法哦，分段鑄造再結合在一起。對。那其實首先呢，就是給人呈現出一種氣勢恢宏的這手型特點，腰部往上為形細的拼了3層。幾年挖出來的？它是在86年。我在國中的時候買了一本書，我國中的時候應該是那時候整理也差不多了，然後開始有考古報告。第一個就是看到這個青銅巨人，今天過了20年了啊，20年你終於見到它了。對。太誇張了，這個面具也太大了吧！其實它的輪廓曲線告訴我們，它也是一個青銅面具，所以我們認為它應該也是從一個戴着青銅面具的青銅人上脫落下來的。其實呢，面罩和面具就有一個差別，叫做嘴巴是否縫起來。它的鼻子呢，比較接近於的是這個老鷹的嘴巴。這個也是复製件對不對？它是原件哦。這個是原件。這是原件，嘴角上揚，舌尖微露，是一張笑臉，實際寬度1.38米，高度66厘米，眼睛能夠去感知危險，獲取食物，辨別方向，太驚人了。這是原件哦。這也是原件。它的寬度1.31米，高度71厘米。從前臉看，它眉眼鼻嘴線條流暢，稜角分明。如果從側臉，你會看到2種顏色。出土的時候，兩側臉頰幾乎殘缺哦。為了還原它的整體性，我們做了這種深顏色的填充和修復。這是神話當中，《山海經》故事當中，東方的扶桑，西方的若木。眼前的這一顆呢，是來自今天的第4件國寶，也是全世界同時期最大的青銅單體藝術。我的天啊，好震撼！是從1986年到97年建的10年，2號坑上千的碎片拼接而成，通高3.96米，主幹殘斷，上方如果說完整，可能會超過5米。上面還沒有完接，對不對？因為它是越接越高。我記得它剛出土的時候還不知道那麼高。對，3000多年前的文明，它可以呈現出如此壯觀的樣態。那對比我們這去金沙的時候，你會感覺到它這個雖然有層級關係，但是它又完全呈現出一個獨立的風貌。大家如果有記的話，可以去看我們到成都的 vlog。這一次我們這實際走進了三星堆之後，難怪大家都說你一定要來看三星堆。它的每一個
澆築跟它的那個氣勢的恢宏，還有那個想象力，真的很屌的。然後如何去拼接，一直往上走，重點是他們的工藝可以讓青銅器它可以維持住一個樣態，而沒有壞掉或者是怎麼樣。所以你可見到當時他們這個文化的能力跟他們的這個工藝的技術，那得多麼發達的文明才有辦法去鑄造出如此輝煌的器皿呢？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難怪今天的成都依然叫天府之國啊，就是有如此豐富的物產，這麼濕潤的氣候，然後它呢就是有辦法去支撐出如此璀璨的文明。四川盆地雖然是一個封閉的盆地，但它卻是無比的開放跟包容。其實我也覺得也展現了天府之國啊，它那種容納百川的廣納的這種胸襟哦。所以呢，我常講啊，有自信的人呢，有底蘊的人呢，他其實是最開放而且最能夠包容的一個心態啊。其實這也呈現出四川呢，它這樣子非常豐富的物產，然後溫和的氣候，它所呈現出來的這個百姓的心態，就是一種開放、包容、交融，然後獨特性，甚至有點自信的魅力。這跟今天大家所看到的成都的一個開放的文化是可以遙相呼應的。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呢，我們來自台灣，那我們看到的這些文化，我們也要去想一想，在3000多年前的四川哦，它的先民呢，這些先民可能也是我們的先民之一，因為中華大地是融合在一起的，就有這樣的一個心胸跟胸襟。還有很多的鳥類，就讓我們想到台灣的青鳥，對吧？青鳥就毫無容納這種多元文化的胸襟，而在三星堆裡面，其實你可以看到，雖然它不留任何的文字，但是卻可以通過你在文物上的觀察，文物上的勘察，你可以看出他們那種包容的心態。好，那看到四川的三寸金烏跟鳳凰對比台灣亂七八糟的青鳥，有一種非常非常割裂的感覺。現代的人還輸給3000多年前的古人嗎？所以我覺得四川跟台灣呢，在近代史上有很多連結，所以也歡迎大家真的來到三星堆，真的太精彩了。上次來它剛好閉館，這次來雖然有點匆匆而過的感覺，但是也確實在1個半小時的體驗當中，真的收穫非常非常的大，也讓人感覺到哇，嘆為觀止啊！成都給人的印象永遠是這樣：開放、包容、熱情、多彩，然後快樂，兩岸交流首選。成都是推薦的重點之一，真的好，因為這個有深度、有文化、有美食，然後又有歷史、當代歷史的連結。成都當年也是抗戰後方嘛，所以有多層次的這個感覺。所以如果你來到大陸玩的話，成都真的很值得你來玩。那這一次來成都，把上次就是沒補上的位置都給補上了，真的收穫非常的滿啊！我相信這一次的 Vlog 也讓大家看得很開心。走街串巷的時候，我們實在是沒體力了，所以就沒特別拍了。這個沒有辦法啊，這畢竟呢，這個到了成都呢，只有我跟鼠而已啊，2個人實在能力有限啊，每天呢這個都是極限操作，所以我們把時間都奉獻給大家了，希望這一趟 Vlog 大家會滿意，雖然很短，但是真的收穫非常的精彩啊。